好了，各位亲友大家好哈，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。我们先分享宋淑华同学的一个体会哈。他说2026相安相养，李老师春节前的最后3课，课课都震撼灵魂，让小我碎片化，让正气充满身体的每一个角落，每一个细胞，都在如如不动的大背景中磁化优化，把家人放入正大光明的良安时空。相互磁化优化着，愿所有的负面情绪都正气化、福气化、慈悲、光明、温暖、智慧化。说2026春联说一事顺，事事皆顺，一时明，时时皆明，正大光明。就是写了一部春叫一事顺，事事皆顺，一时明，事事皆明，时时皆明。说正大光明说806课，说每一句让你不顺耳的话，都是一声禅院的钟响，就参禅当头棒喝。说807课呢，用当下的觉知改写过去的故事，就是用今日的明澈照亮昨日的暗角。就是说你对当下，你在当下用当下这个清明的觉知，就可以把过去所谓晦暗的那些颜色就给它改变了。你改变了对过去的认知，对过去的一些事情的看法，那么你当下你的精气神也都发生了变化。说808课，新年最好的礼物磁化，带着家人一起互相献礼。当然这个磁化它不单纯就是说我们过年的时候这样去磁化，平常其实每一天你锻炼的时候，你都应该有这样一个磁场，有这种磁场的意识，有这种磁化的这种觉知说带着家人一起献礼说修之于身，其德乃真；修之于家，其德乃余；修之于乡，其德乃长；修之于国，其德乃丰；修之于天下，其德乃普。就是我们每个人，就是每一天锻炼的时候，就你往这一待，比方说站桩一站，你给家人放在你的怀抱里进行磁化，但是不单纯是你的家人，就是你一待的时候，你的心胸一开阔，哇，就好像万物众生都在你的怀抱里。我们练那个富贵婴儿，两个手往上一起，哇，这个爱奉献出去，它不单纯就是奉献给自己的家人，一奉献，你真的得有这样一种气势，有这样一种气魄。当你有这种气魄的时候，你真的会发现你内在是不一样的。这绝不单纯是一个道理上的说一说道理上我一说是这么去想，就你在做的时候你心胸一开阔，哇，说心胸开阔，它不是一个词儿，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一种一种修炼。你会觉得里面一开阔，哇，内在那个空间哗就大了，而这个空间大了之后，就好像是这个空间大了，那你心待的地儿就大了，你的生命的活动的内在的空间就大了。这个空间是我们锻炼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好了，我们接着讲今天要分享这个内容。我们上次就说到这个事情，就说这个瞬间，就每一个瞬间是非常重要的。它不是说单纯练多长时间很重要，但是多长时间也是由一个一个瞬间组成的。特别是在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，上次讲了，在很多瞬间的时候你不反应，这个不反应不是你冷漠，这个不反应就让你那个习气不反应，就不让你那个习气去对外反应，不让习气对外反应，让谁去反应就给良知反应创造空间。那么今天在讲这个每一个这个瞬间的时候，讲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点大家想一想，平常我们自己和别人交流的时候，或者争吵的时候，产生问题的时候，往往都在哪儿呢？这个争吵都是认为什么？都是我是正确的，别人是不正确的。所以今天就要讲这个内容就是比方说，如果有一个瞬间能够把你从那个我执那个牢笼里面拿出来，那是会是哪一个呢？我执这个牢笼你执着什么呢？大家注意，真的，它不是念多少佛号，也不是做多长时间，它不是那个外在的功夫。就这些，你真正练的功夫比你念
各种口诀做多长时间，比这个更细也更根本。那是什么呢？就是在每一次争论即将燃起的时候，在每一个明明是你不对，明明是他不对这个念头刚刚升起的时候，你要轻轻的松开什么一个执念，我执，你执到哪儿去呢？直到我正确，就是我是对的嘛，别人是不对的嘛。争论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达到一个什么结果？我正确，你错误。而那个我执在生活当中，我们很多人或者是绝大多数人非常执着的一个点在哪儿呢？就是我是对的。所以呢，今天要讲要松开那个我正确的执念。很多瞬间，你所谓对外反映出来各种不同的表现，但内在本底就是什么？我是正确的。所以说我说我正确，是我最后的堡垒啊，一个堡垒。你无论是学问大小、职务高低，无论是哪儿的人，你脾气怎么样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块什么，我就说不容置疑的领地，就这块地方是不容置疑的，什么这块地方我是对的。你真的你看一看啊，你无论学问大小、职务高低，他一说话什么的时候，他总是有一种感觉我是对的。有的时候夫妻吵架，争的不是事情本身，而是什么呢？争的你错我对。朋友之间有分歧了，同事之间有分歧了，比较的也不是方案的这个优劣，而什么？我的判断是正确的，哪怕有一点点正确，他也会抓住这个正确不放，反复的放大这个正确，而同志以此呢来显示这个我是正确的，就执着在那个我上。甚至你比方说在网上一些陌生的人，为了一件毫无关系的事儿也吵翻了天。我也不认识你，你也不认识我，那个名的都是网名，都不认识，那个事儿你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，只是凭你的感觉，但感觉来感觉去都是什么呢？我的正确。大家想是不是这样？因为我正确这三个字啊，已经悄悄的和什么呢？和我存在绑到一起了。我对这个事情看法的正确还是不正确，就直接连到我存在不存在。如果说我错了，我的判断就错了；如果我错，我的选择就错了。那如果我错了，那我这几十年的经验、知识积累，岂不都不对了吗？我赖以生存的就是我这几十年的各种观念、各种想法、各种东西，它成了我。如果我错了，那我这个我哪儿去了？大家想是不是这样？就你比方说，我对这个事情的判断是依据我几十年的学习经验，怎么的，依据这个来判断这个事儿是正确。如果现在我不正确了，那我这些东西不都不对了吗？这些东西不对了，好像我不正确了，我就不存在了。所以你要为了维护这个我是存在的，就得拼命去捍卫。我这些东西都得是正确的。大家想一想，是不是这样啊？哪怕只有一点理由，你也把它无限放大，因为这个点一放大，那我就是正确的，我就是这些点堆砌起来的啊！我希望我能把它说清楚这一点了啊！好像我不正确，那我就不存在了，我不存在，我很可怕，我不存在了，我不就麻烦了吗？所以我得有这个我呀，我得执着在这个我是有的，怎么办呢？用我正确这个堡垒哦，我有，我是存在的。那么我正确这个绳索是如何捆绑了你呢？就当你说我正确的时候，其实你在说什么呢？世界应该按照我理解的运行，我正确就得听我的嘛。大概想一下，潜台词其实就这个，我正确那就得按照我这个办呢。那别人你就应该接受我的这个判断，我正确你得接受我，你看是不是我越来越厉害了？那我正确，那将来的变化就应该按照我的这个预判，符合我的预判。你看啊，
其实呢，我正确什么呢？世界应该按照我的理解运行，别人应该接受我的判断，将来应该符合我的预期。这3句话每一句都是一道绳索，虽然这3句话你可能没说出来，但我正确它的意思就是这样的。第一道捆住你的眼睛了，你看不见除此之外的可能性，是应该按照我的理解运行，但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。第二句捆住你的关系了，你无法真正倾听别人他人的这种意见，也无法去真正倾听和理解别人，因为什么呢？我是正确的，别人就得按照我的判断来进行啊。那第3个就捆住什么？捆住你的未来。当现实不符合你的预期的时候，痛苦也就随之而来。因为你觉得你的正确，那将来就得按照我正确的预判来发展，结果不是这样的话，你就痛苦了。所以有的时候你认为自己在坚持真理，实际上你坚持的只是此时此地此种情景下的一种可能性。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？就你认为自己在坚持真理，实际上你在坚持的只是当那个时候那种条件下的一种可能性。这可能性还有无数种，你就认为只有这一种，那就麻烦了。大概想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有的时候你这么想一想，你那个正确只是无数的可能性中的一种，而一切都在变化的。你今天的正确，明天可能就错了。大家想是不是时间不一样了？时间不同，事情也不同了。这个地方有效，到那个地方可能就没效。地点不一样了，时间不一样，空间不一样了。对你适用，对他人可能就不适用，对象不一样了。时间、空间、人都变了，所以你这个正确，你还能够始终固执的坚持着、执着于它吗？所以我就比方坚持我正确，就好像是在流动的河水里面，你一定要抓住一种固定的浪花，那个浪花它能固定吗？啪就散了，水再来又是另外的浪花了，你非得要坚持我就那一朵，那就麻烦了。所以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？时间、空间、对象的不同，你执着的所谓那个我正确的就不一样。其实正确和错误本是一体两面的，正确错误往往是有条件的，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条件，正确错误它可以互相转化的，它是在变化，所以你始终要有一个变化的这种觉知，这种意识。就这个认知它的变化，每个人修行人的心里面，或者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有深刻的这种刻在里面，一切都在变化。你看大自然嘛，你如果白天是正确，夜晚就是错的，是吧？白天亮，晚上黑嘛。那冬天正确，那春天就是错的。你要这么认为的话，它就是这样的，它是不断的变化的。那下雨了，对庄稼那是正确的，对走路那就是错的，对吧？你看人生年轻的时候认识的真理，中年的时候可能觉得，哎呀，那怎么那时候有这种想法，一孔之见，对吧？你低谷的时候认为是绝境，高峰的时候发现，哎呀，那不过是个台阶，不过是个阶梯。所以说，曾经让你痛不欲生的错误选择，你认为的那个错误选择，我打个引号，那回头看，恰恰是带你走到今天该到的那个地方，是吧？你所认定的错误，可能正是让你豁然开朗的正确。就是你在那个认知情况下认为的错误，可能恰恰是让你现在豁然开朗的那个正确。你当时所坚持的正确，可能只是万种可能性中的一种。所以当你看到这一点，那个我正确的执念自然就松动了。我正确的执念松动了，那谁就松了？那个我就松动了，就不会执着在那个我上去了。
所以为什么过去修心就讲说你不要去评判，因为你一评判就用什么来评判呢？用你身体里面固定的一个模式或者一个参照系，用它来评判。当你用它来评判的时候，你就固执的认为我这个它是正确的，这个标准是正确的，我就执着在这儿了。所以当那个我一松开的时候，你会发生什么情况呢？比方说你正和家人争论一件事儿，话到嘴边，突然意识到，呀，我坚持我是正确的，我这么坚持，到底是坚持真理呢，还是在坚持那个我？有这个真理，我坚持的我正确，只是无数种可能性中的一种。我为什么坚持这一种，就把无数的可能性丢掉呢？我在想，我坚持的不是真理，因为还有太多的可能性，太多的真理在那儿。我为什么抓住这一个就忽略了所有的一切呢？其实我不是坚持真理呀，我在坚持那个我。不能因为这个小事把这个我固执去强化了。你有这种觉知的时候，那个我轻轻的松开了。大概觉得是不是这样？你要在生活中实践一定是这样的。你这一松开，你会发现，哎呀，你会觉得特别轻松，就你一下子就轻松了，就有点像什么呢？你自己做错了事，我明知道错了，我就不承认错，你硬绷着。等你真，哎呀，认错，一认错之后，一下子松开，就那种感觉，一下哇，这种松开它不是认错，不是认输，是我就输了，也不是什么，也不是妥协，也不是放弃原则，只是什么呢？松开了那个必须是我正确的执念，只是松开了这个我正确的执念，它还有太多的可能性。就那一刻，你感觉就发生了什么呢？就好像突然之间那个绳子开了，肩膀往下沉了一沉，就像一口憋着的气出去了，胸口也松了，你全身那个肌肉一下子放下了，整个人就轻了。因为过去你必须有个东西，我得顾着我正确，啪啦开了，松开了。原来你会发现什么呢？坚持我正确，这是一个很重的东西，你带着，你整天扛着一个我正确的盔甲，很难受的。就这个我正确，你需要用整个身心去扛，你身体要表现出我正确，你的心里面到哪就是我正确，很累的。有了这个我正确之后，还得你不断的要找理由去证明我是正确的。你为了证明我的正确，就得怎么样？要牺牲关系，家人之间的关系，我正确，你是错的，关系搞回来了，牺牲快乐，总是要固执的我正确，找证明我正确，你就不快乐了，也牺牲了自由，你就固执在那一个点上，一种可能性上，还有无数的可能性。就这种坚持，我一定是正确的，你就失去了真正的自由，而松开它，你就立刻轻松了。这个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中修行的功夫。下面我要说的一点就是什么呢？就松开我正确，把它松开了，不是放弃判断，不是放弃判断，你依然可以有观点、有立场、有原则，你依然可以在工作中坚持专业，在生活中明辨是非，在重大抉择的时候审慎权衡。区别在哪儿呢？就你的判断你不再需要什么证明我是对的，当判断不需要捍卫我，不需要证明我，他就自由了。这一点是正确的，我这样做是正确的。别人说那一点那也很有道理，你就不排斥别人了。
他就可以听取不同意见，因为他不怕被推翻。我正确，原来这个情况变了，他的才正确，他就很容易去接纳他人的意见，很容易什么呢？我这是错的，就改变自己的看法，你不固执在我了，他就可以随时调整修正，因为他不执着在那个正确里面，他也可以容纳什么呢？多种可能性。我这个是有点道理，这个好像更有道理，这个好像更好，他就可以容纳多种可能性，因为他知道正确只有一种，只有一种。你这样做，可以达到一个结果。你说他有结果了，另外一种做法可能得到10个结果。你这个事倍功半，他那个事半功倍，你会发现有多种可能性。大概想是不是这样？如果你这样去调整自己的时候啊，你就反而更能够接近那个真正的正确，真正的正确。你的正确里面可能只正确了1%，但你坚持这1%，对不对？它也对，但你忽略了99%。那个人的正确的他有10%，他相对我这个正确来说，这个正确量可能就大，那个人正确可能80%，实际不一样。所以你固执于己见的时候，你就丢掉了很多的可能性。你不再被我必须正确的这个前提所困，你不是说我必须得正确，我可以不正确，我可以接受别人的正确，他就可以真正开放的如实的看待事物本身了。我这样看是一种看法，还有多种的看法，你的整体观就有了。我们讲个整体观嘛，整体观就出现了。整体观在哪儿出现？不是我锻炼的时候我想整体，而在生活当中，你是不是有这种整体的觉知？所以松开我正确，你失去的只是一个幻觉，而你得到的什么呢？是无限的可能性，无限的可能性。所以我们要从我对你错到我们都是，就是我们是一个整体是怎么样？这个瞬间的转化，它会如何改变你的人际关系呢？大家注意哈，我们吵架的时候往往两个人争论，表面是在讲理，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什么呢？谁对谁错的竞赛。有的时候说他讲歪理，他也为了证明我是正确的。赢了的那个人觉得我正确，得到满足，我是正确的。输的人呢就不被认可，不被认可就满身怨气。大家想是不是这样？而松开的那个瞬间，就你主动退出了这场比赛。我不是比赛我正确或者你正确，你退出来了。一比赛就紧张了，一退出来你就轻松了。大概想什么呀？不是因为怕输，而是因为你看清了这场比赛没有赢家。大家想是不是这样？没有赢家。当你不坚持我正确时，你突然能听见对方话语背后的真实需求，所以你就不再执着于你说的什么事就不能反驳我正确。你发现他背后还有别的需求，说原来他那么激动，不是因为这件事本身，而是因为这件事触碰了他过去的某个伤痛。原来他那么坚持，不是因为固执，而是因为什么？他感到被忽视了。你总是因为你是正确，你就忽略了他所正确的那部分，忽略了他内在情感的需求，你就变得不一样了。那你一不知道我正确，不知道在我上，你那个我就宽大了，就整体了，就平静了，就不一样了。也就是说，当我是对的，你是错，我对你错的这个框架消失，因为你争论首先在这个框架里面，我是正确的，你是错误的，你在这个框架里永远争不出结果来，因为你框架已经定了。所以把这个框架一消失了，真正才人和人之间的连接才发生了。
过去不是这个框架，你进在这框架里面，唯一的目的就是我是对的，你是错的。现在怎么样？这框架没有了，两个人之间才能真正发生连接。因为你不再需要证明什么，他也不再需要防卫什么，你也不需要防卫什么，他也不需要证明什么。哎，你们就可以真正的如实的面对事情本身，同时也是面对两个人真实的人本身，共同去寻找那个双方都好的方案，就不是我，而是我们了。这就从我对你错变成了什么？我们都是，发生了这样一个跃迁，从单独的小我变成了一个大的我们。两个人之间是这样，跟一个团队也是这样。当然，其实你讲国家和国家之间不也是这样吗？我们讲是人类命运共同体，那是个我们，而不是单单是我，以我为先。那大家想一想，是如何去练习这个，去松开我正确这个瞬间啊？我觉得可以从3个微小的暂停开始。就第一，在即将反驳时暂停。就当别人说出和你不同的观点，你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想反驳，那个你那不对，应该是你看有很多朋友就是这样，很多人会这样，别人一说哎呀你那个不对，你首先把别人驳，别人挺，就是别人不对，那就麻烦，不好交流了，那就不是对话和交流，而是什么呢？而是你的独角戏，对吧？就那个几乎自动跳出来的，就在这个关口暂停一下，问自己什么呢？哎呀，如果我听听他为什么这么想，我会损失什么呢？为什么都需要我去说呢？我听别人说，他跟我说的一样，不就好了吗？对吧？就刚要反驳，暂停。第二个暂停什么？在感觉被否定的时候暂停。当别人说不认可你的说法，不认可你的做法，你第一反应一定是什么呢？你是委屈，你是愤怒，你不认可我吗？哎，就在这个情绪即将淹没你的时候，感觉到这个情绪要盖住你的时候，暂停一下，问自己：哎呀，我这种感觉，我这种委屈感，是真的因为他错了吗？而是因为什么呢？我需要被认可，我需要固执的守住我。如果真正说是真正修心之人，你在这个时候一这么觉知，哟，马上那个委屈感就没有了。你会感激对方，他给我当头棒喝，给我提起了这种烦恼，又烦恼即菩提。那么第3点跟这个不一样了，就在胜利在望的时候暂停。我说这个胜利在望，就是比方说两个人争吵的时候，其实这个时刻很难呐。你已经把对方逼到墙角了，你证据确凿，道理充分，你胜利在握。平常讲是得理不饶人，你得了理了，但就在你说出最后一句话，你看，就是你错了吧？就在这个之前，不说这个话，暂停。但是往往绝大多数人得理不饶人，得了理之后，哪怕怎么又把对方说的怎么样，这时候暂停，问自己：我要的是证明我自己正确呢，还是我和他要好好的相处呢？但很多人不是这样，我一定要把你说的无地自容。你看我们很多家庭，夫妻之间，包括跟孩子之间也是这样，好像总要把对方说的很差，显得什么呢？你多么高，总要把对方打击的怎么样，无地自容，好像觉得你自己才很光荣。但你要问自己，哎呀，我跟他这个交流是为了证明我是正确，还是要我们一辈子要好好相处呢？注意这3个暂停啊，就是松开我正确的练习场。我正确练习场，第一个马上要反驳的时候，第二个是被憋住的时候，第3个胜利的时候。就是这几个时刻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刻，也是每个人非常关心的那些时刻，越在这个时刻里面，越是要觉知要觉醒。
下面我先讲一点呢，就是从一瞬间到一生，上次其实也说这个问题了。说是我们修行的第一个原子时刻，上次讲的叫不反应，就按住习气的那个启动键，不启动习气。第二个原子时刻就是要松开那个用正确堆砌起来的我，当然这个正确和我都打上引号。一个是对外的暂停不反应，一个是对内的松手，一个是让习气无法抢先，一个是让我执无法落脚。那个习气和我执其实都是一个事儿，就这两个瞬间加起来也不过1秒钟2秒钟，却决定了一个人是在修行还是在演戏。真的是这样。演戏是我天天打坐，天天念经，天天干什么，就好像我在修行。遇到事儿完了，那不行。你要实修，就必须在这个瞬间按住你的习气，把习气给按住，一个让那个我执没办法落脚。我不正确了，我不清楚我那个正确了，他那个就没办法落脚。说你不需要一辈子都在山里边去打坐，你只需要在每个争论即将燃起的那个瞬间想起呀，我要松开，我正确。松开一次就自由一次，松开10次你就轻松10分，松开1000次万次呢，那个用我正确建造的牢笼就再也关不住你了。我正确那是个牢笼啊，关不住你了。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啊，原来正确不只有一种，原来错误呢可以通向另一个正确，原来松开我正确反而更接近真正的正确，而那个真正的正确不再需要你去捍卫，因为它本身就是让一切安然的自在。好吧，我们今天分享就分享到这儿哈。今天讲的可能稍微多一点，但是也确实是很重要。就生活中家庭每一个人，我相信都会有这样，每一天就很多个这样的瞬间。那么如果您能够珍惜这个瞬间，把这个瞬间松开我我就越来越轻松了。注意，我越来越轻松了，你整个身上的经络气血就越来越流通了。你会觉得什么？你会越来越轻松。真的，你会越来越轻松。你不然的话，总觉得我到哪就得表现出我是正确的，我是能的，我是厉害的。你真的会觉得很沉重的，觉得很沉重。我那个壳罩在那儿，你觉得你维护它呀，它就很重。把它一放开，你觉得我是很轻松的，我只是无数可能性中的一种，还有无数别的可能性。我随时敞开我自己的心，去接纳所有的可能性。好了，我们再继续来锻炼了啊。好，安静，安静，脚分开，就你站在这儿的时候，就好像你自己的身体这个存在也是有无数种可能性。
有形有相的这个肌肉、骨骼，还有无形无相的那个气，它都是我存在的形式。就好像你站在这儿，你就是一个气态的人。你可以觉得你站在这儿是有肌肉、骨骼，这么形成的一个人，也可以呢，是有经络，经络连通的一个人。两臂慢慢上来，就好像没有肌肉、骨骼的感觉，是那个经络，是那个气，那么种状态。甚至连经络和气都没有，就是空空荡荡的，那份安静，那个空间，那份觉知，身体微下蹲。你不再需要去捍卫那个我正确，你就不再需要去捍卫那个我。站在这儿，以不存在的形式存在，是空的，是虚的，是恍恍惚惚的。
静。安静。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，在每一个我被碰到的瞬间，松开那个我正确的那个执着，把它松开。不要去捍卫那个所谓我正确。有无数的可能，所以最好说你是对的。因为在对方那儿也一定会有那种可能，那种正确的可能，所以你完全可以这样讲，你是对的。愿意站的就继续，需要休息的就自己收。今天集体锻炼就到这儿。